飞段在被鹿丸活埋后，镰刀竟然神秘失踪了，而木叶村也出现了频繁的墓地被盗事件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药师兜。这次第7班接到任务，前去调查 A 村的屠城事件。在这里，鸣人竟然遇到了药师兜，而药师兜也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心术，一个令人作呕的水球，里面是一条条小蛇，这是用大蛇丸细胞制造的寄生虫。这些小蛇可以吞噬别人的细胞，从而诞生出类似于克隆体的生物。只见水球慢慢变成人形，药师兜将一把带着符咒的苦无插了进去，紧接着水人竟然变成了飞段。与此同时，药师兜被木叶忍者包围，他也拿出了王牌秽土转生大军。他召唤了数个棺材，而棺材中的人除了小组织成员，还有木叶被盗事件失踪的尸体。看着药师兜如此玩弄死者，鸣人怒气直逼眼瞳，搓着丸子冲了上去，然而却中了药师兜的陷阱。一个蛇形的查克拉物质吞噬了鸣人，将他带入湖底。在快要窒息时，鸣人发动了多重影分身，无数影分身撑爆了巨蛇的肚子。而鸣人没有注意到的是，在他被水呛到了一瞬间，数条小蛇顺势进入了他的口中。药师兜看着爬上岸的鸣人，似乎很满意。他收起了秽土转生，让迪达拉断后离开了战场。原来木叶墓地被盗事件和 A 村被屠都是药师兜所为。他控制迪达拉和秽土转生发动偷袭，火烧村庄，几乎杀光了所有人，为的则是夺取名为天之矛的神器。而多克则是灾难中的幸存者。A 村的村长将村里的宝物2根铁棒交给了多克保管。在这场灾难中，多克救下了5个孩子，他们逃到了旁边的镇子，其中米娜最为特殊。她见到鸣人后显得十分抵触，她可以感知到一些不为人知的恶意。这里对鸣人抵触，也是因为他感觉到了鸣人体内小蛇的存在。当 A 村的村长再次出现时，米娜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不对劲。果然，药师兜秽土了村长，想要骗取铁棒。此刻，药师兜控制着秽土转生和镇子的村民战斗，而鸣人却忽然开始肚子痛。米娜看着痛苦挣扎的鸣人，仿佛听到了九尾憎恶的声音。他来到了鸣人身边，疯狂地喊着：“出去，出去！”原来米娜不仅能够感知恶意，还能将它们驱散。忽然，鸣人吐出了一股黑紫色的物质，物质慢慢成型，竟然变化成了和鸣人九尾外衣形态一样的生物。紧接着，药师兜将带着符咒的苦无插进了克隆体体内。九尾克隆体看了一眼药师兜，竟然反手一爪。即便是克隆体，九尾的力量也很难掌握。九尾的黑暗面有多可怕？他以极快的速度一拳打飞小樱，紧接着一招纳鲁多连弹将鸣人打趴在地。就算是面对凯和小李的完美体术，也丝毫不落下风。凯和小李同时开启了8门遁甲，以几倍于刚才的速度成功压制了克隆九尾。在华丽的师徒体术连击下，九尾克隆体被击飞出了100米远。然而他并没有对小李和凯发动反击，而是以极快的速度飞向空中，着陆到了鸣人身边。他压制着鸣人，抽取他体内的查克拉。同样怀着对人类的憎恶，九喇嘛竟然将查克拉借给了这个克隆体。紧接着，九尾克隆体的体型不断变大，最终变成了和完全体一样的形态，顺便将抽干的鸣人当垃圾一样扔了出去。获得了九尾查克拉的克隆体开始凝聚起了尾兽域，强烈的冲击瞬间荡平了眼前的半个村庄。九尾克隆体继续肆虐着，整个村庄生灵涂炭。可是在他即将要一爪子拍死鸣人时，药师兜却召唤了通灵兽，抓走了鸣人和赶来救援的多克。随后药师兜召回了九尾克隆体撤退。当鸣人再次醒来，浑身被束缚，身处一个秘密空间。醒过来的鸣人听到了九尾的低语，鸣人开始不停地抱怨自己没能保护好孩子们和村庄。此刻多克开启了嘴遁之术，他将鸣人的护额捡了回来，让鸣人想起了自己的木叶同伴，克服了内心的憎恶。这时药师兜出现了，而他身后的人竟然是镇长，也是盗取天之矛的幕后黑手。镇长拿出卷轴，召唤出了天之矛的控制器，而上面插的铁棒也是 A 村村长临死前交给多克的铁棒。铁棒就是解开这股力量的关键。更离谱的是，镇长竟然告诉鸣人自己和佩恩交过手，也正因如此，他失去了自己的力量。如今镇长想要靠着天之矛获得更强的力量。正在这时，被多克救下的孩子们拿着铁棒交换人质，镇长将所有铁棒插入到了装置中。紧接着，天之矛被激活，一个灌注着红色的圆形柱子升起。与此同时，卡卡西赶到，卡卡西也确认了镇长的身份，迪索纳斯。这个人曾经和大蛇丸一起研究秽土转生，传闻被佩恩杀死，没想到他却死里逃生，隐藏身份，如今想要靠着天之矛的力量东山再起。
眼见身份曝光，迪索纳斯命令兜召唤了秽土转生，同时兜也放出了之前用小蛇制造的飞段，还有吸收了九尾查克拉的克隆体。而此刻鸣人也靠着仙术查克拉挣脱了束缚，仙人鸣人和克隆体展开了最终对决。在仙术的加持下，鸣人的速度和力量远超克隆体，轻松压制了他，而飞段却成功取到了景野和丁四的血，变成了邪神状态。难道飞段要复仇成功了吗？但飞段的仪式还有需求，那就是诅咒圈。只见飞段疯狂地往森林跑，那里有他之前留下的诅咒圈。而在关键时刻，鹿丸成功用影子模仿术控制了飞段。这时远处的迪达拉前来支援，可是在准备发动攻击时竟然飞走了。原来是药师兜和卡卡西战斗不敌，需要支援。此刻只留下了满脸尴尬的飞段，而飞段的身体也开始融化。这些小蛇的成型速度虽然快，但是寿命却很短。与此同时，迪索纳斯也激活了天之矛，他疯狂地向天之矛的顶端爬去，却被打败了克隆体的鸣人拦了下来。可是他们都没注意，九尾的克隆体趁机吸收了天之矛的力量，变成了类似于八岐大蛇的形态，一巴掌拍飞了迪索纳斯。鸣人见状搓起了风遁螺旋手里剑，却是零伤害，反而被九尾克隆体抓住了四肢，一发冲击贯穿了身体。受了重伤的鸣人听到了九尾的低语，九尾表示要借给鸣人力量。在关键时刻，四代的身影再一次出现了。鸣人在危机关头控制了九尾查克拉，变成了半成品的尾兽完全体形态。他和九尾克隆体缠斗在了一起，虽然获得了新的力量，但鸣人依旧不敌吸收了天之矛的克隆体。慢慢的，鸣人还是失去了理智，开始逐渐九尾化。这时多克找到了天之矛的控制器，他想起了米娜经常哼唱的曲子，开始重新排列控制器。与此同时，鸣人在米娜的低语下慢慢恢复了理智，重新控制了查克拉，变成了小金人模式。多克排列好了最后一根铁棒，在触发开关的同时，鸣人也用丸子解决了克隆体。就此，九尾克隆体被彻底打败。